住在这里的人都姓周吗？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哦，你也姓周？我不是姓周。哦，你不是这里的？嫁过来的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虎。今天呢是我在槟城的第2天，现在是早上8点半。今天呢，我即将开启槟城的探索之旅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因为这家青旅是提供早餐的，现在呢，我先吃个早饭，看看有什么。有烤面包和西瓜，然后可以抹黄油和果酱，还有红茶，还有热茶之类的。大家在这里吃早餐，这就是我的早餐。烤面包和西瓜，好甜啊！烤面包，我抹了一点果酱，烤得脆脆的。早餐的话就是这样开放式的，然后在1楼客厅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然后你也可以坐在这个门前，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。今天是我一个人先去那边啊，因为我那个日本朋友他还没有起来，然后他今天的话也要回吉隆坡了。但是呢，我的另外一个法国朋友昨天从吉隆坡赶过来，因为他听说我来到槟城，然后他也打算在槟城玩几天，所以他昨天赶过来了。然后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在古城区和他见面。这里有一个建于1908年的中央消防站。在槟城呢，这边的华人也是特别的多，占的比例。这个好像就是那条街了啊，就是槟城壁画街。这边的建筑都是特别的复古，都是以前的老房子。这个就是槟城特别出名的铁线画，在就是这条街很多角落就都有这样的画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槟城众多壁画中最出名的一幅壁画，名叫《姐弟共情》。这边的壁画，所有的壁画都是出于来自立陶宛的画家。然后，这幅壁画呢被选作全球15最佳壁画之一。这幅壁画的灵感呢是来自立陶宛这位画家。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对姐弟啊，然后在骑着破旧的自行车，然后姐姐的话骑得特别的快，然后他后面那个弟弟然后就很害怕，所以就紧紧的抱住姐姐，然后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。旁边有个小板凳，你可以坐在这里，然后和这幅壁画留影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来到槟城，一定不要错过在这幅画面前留影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啊，这条街。这条街现在都还没有怎么开门，可能10点以后开门了。非常精美的雕刻壁画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也会有很多这种艺术坊，现在还没有开门。里面就是民间艺术家啊做的各种东西啊，然后在里面做东西，然后售卖给游客。可能我待会儿晚点来比较好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商店都没有开门。然后在槟城的话，你还可以租这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车，在这个附近游玩啊。上面挂着彩色雨伞，非常的文艺啊，也是拍照的话特别的好看。现在这条街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我走在这里，感觉特别的寂静。这边的话也有很多这种壁画。但是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啊，就是你可以随意的闲逛，随意的拍照，也特别的安静啊，不会就是人太过的拥挤啊、嘈杂之类的。你要碰瓷了吗？哦。Boleh. Nanti mau tukar boleh mai tukar tak apa. Pakai dulu switch on. Mana? Meeting.
个祠堂，福德祠大伯宫，这边刻着一条龙的壁画，然后这边是虎的壁画。他进来之后，原来还别有一番天地啊！在我身后的建德堂呢，它富有复杂的闽南特色族群历史啊。然后它是建于1850年，到现在的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然后它里面信仰的是大伯公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它里面的雕刻这些是非常的精美啊，就是上面两旁雕刻的应该是龙，然后特别的精美。这个就是大伯公啊，应该是。其实这个我也不太了解。这里供奉着宝常大伯，然后唐番地主，这个是拿督公。拿督公我比较熟悉啊，因为这边的华人很多地方都供奉着拿督公。这个就是槟城特别出名的3轮车啊，然后可以坐上面，然后他带你游玩整个这一块整个旧城区。从这个福德祠出来之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华人的神庙，叫做慈济宫，但是好像是不可以进去的。我们在外边看一下，它这个雕刻真的是特别精美啊！它是一根石柱吧，然后雕着栩栩如生的龙啊、小人啊之类的。走在这条街上呢，壁画随处可见啊。比如说这个小孩踮起脚来，应该是想要构造上面那个洞里的什么东西。这个画家的他这种创意啊，就是特别的好，我感觉。就算是有一些小巷子啊，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壁画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画的就是一个窗户，然后里面一只猫，也特别的漂亮。我们穿过这个小巷看一下。你看这里，它还有一群猫，画的特别的栩栩如生。在一些小巷里都有非常精美的壁画，可能你不容易发现，就是需要大家在这里面找。又碰见了一只猫，喵喵喵喵喵。这里还画了一个猫咪飞行员，特别的有创意啊，因为它是用那个蝴蝶就是比作翅膀。然后这个也有一个猫咪的铁线画。槟城应该是一个爱猫之城啊，因为这边猫咪的壁画挺多的。这里还有一个专卖猫咪用品的商店。可能现在看着这条街很冷清啊，因为现在是早上，然后现在是10点，基本上都是10点才开门，所以实际上这条街到了下午或中午，其实人很多的。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古城街之旅。大家可以看啊，现在的话人就多了起来。我后面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旅游团。都会纷纷去拍照。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信州桥，因为在这里的话，在早期有9座桥，但是现在呢只剩下6座。但是比较出名呢就是信州桥和信城桥啊，咱们进去一起看一看。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那个法国朋友安德斯。嗨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其中一座非常出名的信州桥啊。大家可以从地图上观看啊，其实这个就是建在海上的一座村庄，就是用木头的。然后这是整个的这个建造图形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祖籍啊，都是来自中国福建。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市场，然后
也是会有人居住在这里。每天来参观的客都是络绎不绝。这边的话，它还会提供这个船只，然后你也可以，坐这个船出海兜风。这里的话，它还会有一个神庙，叫做感天宫，应该是闽南、福建那一带的神啊。大家如果来到槟城啊，一定要来这里看一下，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来看的。这边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啊，就是先辈们的历史足迹啊，就是早期，那些中国先辈他们怎么样是从中国迁徙到马来西亚，然后又是怎么样安顿下来，然后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在这里边生活呀？住在这里的人都姓周吗？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你也姓周？我不是姓周。哦，你不是这里的？嫁过来的。哦。我是媳妇来的。哦，您是福建人吗？还是？福建人，全部福建人。全部福建人啊。对。哦，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我的婆婆啊。哦。第二次，那个生死的日子这样。哦。过来。对。中国那里。中国四川。四川。对。去过了。啊？去过了。欢迎下次再去。对了。拜拜。我们刚刚从这个一个小道走进来，我们打算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它里面就是居住的人家，所以说主要游客就走的地方就是这条小街啊，然后里面的话就是私人住宅了。这个呢就是非商业街啊，就是私人住宅了。每家每户啊都供奉着这个天公。你看，又是一个天公赐福，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供台，小供台在墙上。哦，OK， 谢谢你。刚刚当地人给我们指了一下路，因为我们是走在属于居民区里面，它底下的石柱是木头，然后又是灌了水泥的，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保存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信城桥啊，在我后面就是信城桥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黑板上写的信城桥。哎呀，等一下。这里看起来好像要比信城桥要冷清许多。这边好像没有商业街吧，因为那边有一个市场嘛。这边的话，这个桥就非常的狭窄啊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往前走。我猜前面那个房子应该也是一个寺庙吧。哦，这里原来是一个妈祖庙，上面写的。这里供奉着妈祖庙，然后里边应该就是妈祖。We can go straight more. Yeah, sure. Why not? Let's go straight more. Wow. 它这边的设施建筑都是需要每年维修的啊，不然的话很快就会被这个海水啊、海风侵蚀腐蚀掉。我们现在走到头了，前面就没有路了，一望无际的濒危海峡。We're in the end of road. In the bridge. There's also temple on the sea. Yeah, wow. And Oh, it's yeah. pretty big. Wow.
那边呢还有一个寺庙，也是建在海上的，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寺庙。突然涨潮了，现在正在涨潮，大家可以看。好，现在呢我在一家马来餐厅正在吃午饭，看我吃的是什么？蔬菜肉米饭。非常典型的马来经济饭啊，就是一共才6块钱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